我跟你们讲啊，天天处理你们这相亲问题啊，我血压都得崩啊！哎呀，就是你们相亲啊，我听到最多一个词就是没眼缘没感觉。今儿呢，我就告诉你们啊，眼缘到底是个啥。昨天我给一对男女交对象，哎呀，这两人见面没超过15分钟啊，速战速决，以失败告终，那速度快的也闪着我腰啊。男是95年的，是个退役军人啊，在事业单位工作，年薪7、8万，父母都是普通家庭，都退了休，刚交了首付买了一套房子。这男士啊，半年前就来找对象了，他就属于那种啊，长相3、4分，眼睛比较小。这有女孩子跟他相亲过之后啊，就给我评价说，跟他见面总感觉老是被偷看，就是有种这个贼眉鼠眼的感觉。你看你都有这种感觉了，那不完蛋了吗？反正是相了一次又一次啊，女方给的理由啊，大多数都是没眼缘。哎呀，但人这男士啊，这人品和性格是真挺好的。一说到这儿，这男士就生气啊！我长这样，娘胎里带的那不怨我呀，我爹妈都没嫌弃我，你们凭啥嫌弃我？我听了赶紧安慰啊，没事儿，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指不定啊有人啊就爱吃你这一款的。哎呀，男士听完的信心大增啊！这男人你就得该夸夸，精神鼓励非常重要，不能自暴自弃啊！这不，昨天晚上又给他安排了一次相亲啊，两人呢晚上就约着吃火锅去。女方啊97年的，国企会计，年薪在6万左右，身高160吧，长相还可以啊，素颜5分左右，就是不太会打扮。20岁的感觉啊，就像那30、40岁打扮一样，而且有点龅牙。这姑娘也是挺有意思的啊，她来找对象，要找个身高175以上，本地有车有房，年收入10万以上，在事业单位上班，而且要帅的男人。你那看偶像剧看多了都这样式的。当时呢就给他介绍了一圈啊，那长得帅的还在事业单位的，人男方都要找刘亦菲那样的，你说气不死个人啊？都把他给拒绝了。他也是被现实是一次次给打趴下了，没法，降低要求不看脸了。有车有房，事业单位工作的，父母有个退休的，就可以认识看看。人家男生符合啊，我就给他们俩换了资料。这两人看完啊就同意了，昨晚约着吃饭去了。7点左右见的面呀，没有15分钟啊，女方拎包就走了，给我打电话。我这一看咋没吃饭啊？他说老师啊不合适，那男的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没眼缘，饭呢就不吃了，给他省点钱吧。我听完啊还挺生气啊，男方人这条件挺好的，你可以多了解看看呀。你这么个找法，那4大天王都得没戏，我这许愿池得黄啊。女方呢态度也算可以，就跟我讲自己实在不喜欢，这连个生理欲望都没有，亲个嘴都也亲不下去，咋过？没法，拉倒就拉倒吧。我就给这男士打电话啊，这男方啊也大倒苦水。我这刚见面呀，菜单刚拿过来，我招呼服务员去倒水去了，人服务员还没来呢，他就跟我讲不好意思啊，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饭就不吃了，给你省钱吧。说完就走了，给男士和服务员给整懵了呀。人服务员8成在想，头回见散伙这么快的。这男士气的就跟我说呀，我还没看上他嘞，长得也不是我的菜。哎呀，人男士寒心呀。我建议他呀，我说你去做个发型啊，衣品改改，戴个眼镜，做个配饰，先把第一印象过去。他听了不同意啊，说我就是我，你要是喜欢我装的这个样子，怎么愿意跟我过一辈子啊？我要是回归自我了，那你不更得嫌弃我？气得我呀！我告诉你们什么是眼缘，相亲越多，你越会发现五官比3观重要。不管你这人多有内涵，思想多么深刻，灵魂多么独特，你得承认啊，这个世界它就是看脸的。别说相亲，你连找工作，很多公司都得看脸。一个人的外貌、形象、气质是别人愿不愿意认识你的门槛。当你去相亲被别人用没眼缘、没感觉这几个字拒绝多了，你就要考虑是不是你丑的问题了。相亲市场上颜控占比在 90% 以上，大家表面上都说着我更看重人品，其实都是在筛选外貌，这是最扎心的呀。当别人说你没眼缘的时候，你就抓紧收拾一下自己，长相变不了，突破一下形象，学学打扮，健健身啊。有些人不好看，但人家有气质啊，你不能说啥啥都想要，啥啥还不做吧。实力占7分，美貌占93分啊，兄弟们，该打扮就打扮自己，别四仰八叉的，又抠鼻子又抠脚的，跟着看视频了。散会。今天一位43岁大哥来找对象啊，未婚保安队队长，没房没车，父母主要是务农的，咱也不知道是不是队长这个职业赋予了他什么。我问他择偶要求，他说要找个年轻的，30岁以下，能生孩子不要彩礼的。听完我都愣了呀。大哥你别来我这做梦了啊，你一个平时放屁都打脚后跟的人，要是能有那能耐那运气，能找个小10岁的还不要彩礼的，那也不至于来相亲了呀。他说自己是个潜力股啊，想当年以一人之力啊，是撑起全公司啊，上到老板下到员工都得靠他吃饭，一个月赚的最多的时候都能达到8000多，大家都嫉妒他，导致他失业被算计。他和我说呀，他最近准备开个有特色的饭店，正在融资100万。
这个饭店未来的盈利至少是1000万，那个时候谁跟了他那可就享清福了呀。所以他现在必须要找一个年轻优秀的姑娘配他。听完真的没有控制住啊，我眼前飘的全是牛啊，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一时之间我竟然不知说什么好了。我先试探的问他的择偶想法，我说30岁以下的人呢，这种姑娘我肯定是帮不到你，35岁以上你要是同意我给你看看，彩礼这事啊咱就别想了，先认识人吧。他说行，那就先看看。我问他38岁离异带个女儿行吗？他说不行，我现在没有钱，没办法给别人养孩子，这以后有钱我也不甘心养。听完我就忍了。那离异不带孩子呢？他说不行，有孩子呢以后肯定也会联系，还得给抚养费，这对他不公平。我再忍。那有一位39岁未婚的女士行吧，没孩子也没结婚还没负担。他说不行，年龄太大了，他要准备生2个孩子，这质量不好，而且自己呢是很有想法有事业心的，以后啊赚了钱，这孩子多了可以继承家业。听完真的是刷新我的三观和眼界了啊！你都43岁了，女方未婚35岁以下还能给你生2个孩子，靠画大饼和你过日子吗？你要么踏踏实实的找对象啊，别搁这做白日梦，要么你就出门左转赶紧走。最后他跟我说呀，那找没孩子的寡妇也行啊，这离了婚没生孩子的也可以，长得丑点胖点都能接受，只要能生孩子就行。哎，他说完我还真想起一位啊，有一位34岁未婚，长得矮了一些，这个1.5米的身高啊，腿部有点残疾，不太好找对象。他看了资料说可以，能生孩子就行。电话联系了女方之后，人家女方说呀，自己是没父亲，这母亲啊目前瘫痪在床，需要照顾，自己对男方呢也没有太多要求啊，能帮他分担一些生活压力和体力劳动就可以。他听完就犹豫了，说换个吧，自己也没钱，这家庭条件负担不了，也没能力啊去帮他。听完一时之间我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哎呀，喝了口水差点给喷出来，我怼他我都找不着词儿啊。最后他跟我说呀，实在不行啊，让我帮他找个女方条件好的，有车有房，一年能赚个20-30万的，对他也不错，他愿意去入赘。临了还强调了一下他的价值啊，自己以后肯定是要赚很多钱的。反正我是听不下去了，赶紧给他送走了。哎呀，我这个店儿这女大佛他也没那么多呀。今天我们唠点相亲市场上的真相啊。不知道有些人是在象牙塔里面待久了，没有经历过社会毒打还是怎么地，找对象呢，他总是跟做梦一样。哎呀，要找白马王子呀，白马我给你整不出来啊，那刺猬和王八我有。5年前呢，认识一个姑娘，26岁，普通本科行政专员啊，性格很好，而且人长得很漂亮。那个时候好多男人都喜欢她，她就是那种男人特别有眼缘的类型。结果5年过去了，那是挑挑拣拣呢，谁也看不上。我那门口啊，看门的刺猬都给熬秃了皮了。他挑什么呢？这个男人有钱，但长得不好看啊，长得好看又没钱，哎，找个有钱又好看的，又觉得对方情商不够，在一起不开心。他说自己也不清楚要找什么样的，反正啊，我是觉得他什么都想要，总说差不多就行，其实啊，差一点都不行。好了，现在31岁了，没事就给我打电话说有没有合适的。我说呀，暂时还没有。他说不是最近男士挺多吗？我说人家条件好的呀，一听你的年龄就不想认识了。他又开始后悔啊，说条件差点也行。我问他差多少？他说也别太差了，这个长得别太难看，条件别太低，赚的比我高点就行。我说离异的有，他一听就急得哭呀，说自己还未婚呢，不想找离异的，然后就是后悔。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在相亲市场上很多这样的啊，自身条件真的很一般，外貌确实稍有优势的，各种挑挑拣拣，那男人都是看脸吗？你好看了，喜欢你的就多，于是啊，被追捧的过程当中各种看不上，理由就是啊，对方配不上自己的才华和相貌。好了，终于熬到30岁了，择偶范围呢是越来越小，择偶要求反而是越来越高。他责备我是不是存心不想帮他，挑的都是什么歪瓜裂枣。秉承着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态度啊，我也不好意思把话说的太明白吧。可有些人呢，就是看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自我认知偏差的太厉害了。结婚呢，找对象，你说白了就是要搭伙过一辈子的。如果你本身啊并非独身主义，内心极度渴望爱情的话，到了30岁你还单身，绝对是要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的。我可没有制造焦虑啊，我也没那个能耐。这种焦虑啊是社会是现实造成的。30岁是相亲市场的分水岭，甚至有些3、4线城市啊，26、7岁之后你就要面临啊可选择的择偶范围是越来越小，意味着越来越少的机会可以遇到你合适的人。当然，如果你有一定的财富积累啊，程度足以忽略年龄的限制，那你可以忽略我所说的。但如果你跟我一样只是普通人，那么我希望你能够认清现实。在婚恋市场上，30岁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啊？
这个年龄段的思维方式普遍会随着阅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心态也会不一样。那男人对爱情没有那么多的期待了，择偶要求多数都是用开玩笑的话说女的活的就好，条件普通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人好合得来就可以。可有些女人呢，更像是一场赌又着急找对象，又谁也看不上。年龄越大呢，不是认清自我，而是认清了现实，觉得这个社会没车没房没钱的是行不通的。好了，开始要求男人买车买房，有存款7位数。还有一部分呢，选择了事业而非家庭的女性由于自身的社会地位财富积累的变化，往往不再执着于寻找物质上能够相互依赖相互扶持的伙伴，更加追求灵魂上的这种灵魂伴侣，一起度过余生。这种择偶观比要车要房要存款更难找。说句现实一点相亲市场上并非只有你一个人，越是优秀的男人眼里他们越想要找一个年轻漂亮的，他们更加愿意看重的是女人的性价值，而不是经济价值。所以女孩子你要学会聪明一点，只要你进入到相亲市场上，一定要在你有限的年龄红利期里面去找到你合适的人，千万别再错过了青春追悔莫及，别再做春秋白日梦了。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含恨。今天我是开眼了，我来让你们见见什么是高级绿茶。有一姑娘给我打电话，哔哩哔哩一通讲。这姑娘呢是28岁做销售的，她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闺蜜，27岁，在事业单位上班两人呢一直都是单身。这上个月呢，她朋友去相亲，认识了一位男士，31岁，身高在180左右，长得很帅开公司，有车有房，条件不错嘛。认识了有半个月，两个人就很快确认关系，相处的也很融洽。这上周人小两口就约这个姑娘一起吃个饭认识一下嘛。就这样呢，到了约定的地方，这姑娘一看见那闺蜜的相亲对象就直接给惊艳掉了。长得又高又帅呢，衣品还很好，说话彬彬有礼，特别有好感。她就赶紧坐下比自己相亲都紧张。吃饭期间呢，这男士对她也是照顾有加也比较周全。她就发现自己跟闺蜜的男朋友有很多的共同点，比如喜欢追剧动漫，还有健身游泳等等。她跟我形容说这闺蜜的男朋友人很好，很有教养，穿的衣服这个也很有品味，很高级，也很幽默。总之呢，这次相处就很愉快，很难忘。结束之后呢，她主动加了闺蜜男朋友的微信。回家之后她就睡不着那翻来覆去想着闺蜜男朋友，她就给这个男士发信息人男士没回她嘛。第二天她又主动发信息，说自己遇到了一点事情很难过希望对方能够帮帮自己。这事闺蜜不能知道，所以要帮她保密。于是就从此开始两人的话题是越聊越多而且经常穿睡衣去打视频聊天。反正这些事都她告诉我的听她描述这些我都惊呆了。后面的套路就是不是今天头疼就是明天定疼。那闺蜜的男朋友也是很体贴多次看望病号她在人男朋友面前那是哭的是梨花带雨甚是可怜，也特别的委屈。她跟我讲这些细节的时候，我问她，我说这些事儿不应该藏着掖着点吗？她说那有什么无所谓，说男人就喜欢吃这一套，哎呀说出来也不值得什么。哎呀，刚过去这个周末他们俩私下里又见了一面，又是去游乐场，又是看电影。她说呢，还没有明确关系，但是已经现在很暧昧了，只是碍于这个闺蜜的情分在，所以没有直接说破。哎呦我的天哪，真的我都以为她找我是来忏悔来的，觉得对不起闺蜜，结果呢是想让他们分手，她上位。听得我那是火冒三丈去怼她，你这种人真的是贱你这不是知三当三吗？她说闺蜜身高1.6米多点还胖，长得一般，那自己身高170，体重110，身材好，长得也好，男人都喜欢他们俩才是良配。说什么他们没结婚呢，我有权利追真的有些人呢那是没有道德底线的。我看你是82年的龙井老绿茶了吧，头一次把知三当三挖墙脚说的是这么的清新脱俗像没有见过男人一样，真的是自以为是的，没有半点优点人品败坏，道德低下。你只觉得长得帅就应该配美的，但是你忽略了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做感情。你只知道用颜值去评判一个人，开口闭口都是踩别人来捧自己，显然不懂什么叫人品，从小爹妈这没教育好，只觉得有好就要去抢，哪怕是别人的，从没有想过在道德层面上合不合情理。用我这边的词叫做下贱。那个男人一样也不是东西。我一直都以为电视剧里那些女主被坏人欺负那最终反抗暴打全世界赢得美男归的狗血剧情剧都是有意夸张的，里面的反派都是刻意降低智商，又蠢又坏，来反衬女主的纯洁无瑕的。如今看来哎呀，是我见识浅薄，艺术真的是来源于生活，现实更加离谱。哎呀，
本人一向安分守己啊，积德行善，为什么今天让我这么遇到个这个恶心玩意儿呢？